我电磁涡轮产量不足了，搞得我超级磁场环产量也不足。本来我考虑直接把这片区域复制了，然后再建一个生产线，但是我突然觉得要不先升级一下制造台，纯手戳了一些2级的制造台，以后这玩意儿应该也需要弄个生产线，规模不用太大，慢慢造，能囤积一批就行。理论上讲，升级以后生产线的生产速度应该是之前的1.5倍，不过也要考虑有时候分拣器和传送带的问题。好吧，升级分拣器和传送带这事儿也挺急的，大规模更换的前提就是得有个生产线。建筑升级完成，复制一下，附近是没位置了，放在稍微远点的地方吧，主要近处也没地方了。生产好的电磁涡轮直接用传送带送过去，应该能提高一些超级磁场环的产量。解决了超级磁场环产量的问题，我来这边建造一个新的生产线，需要的原材料包括高速传送带、超级磁场环，还有石墨烯。所以我才要先增加超级磁场环的产量嘛，对吧？我要在这边弄一个极速传动带的生产线，以后极速传动带我就不用手戳了。不过我在考虑以后这种高级的建筑或者零件，要不要把零件拆分生产啊？之前我已经集中生产1级材料了嘛，要不把2级和3级材料也集中生产，这样后续的零件生产线就不用太复杂了。就比如这次放了极速传送带生产线，只用把原材料运过来就行了，后期比较简单。我发现高速分拣器已经应付不了现在的生产线了，尤其是这3种原材料的，根本赶不上消耗的速度。分拣器也得升级了，得弄个生产线批量生产极速分拣器，或者其实我也考虑直接造一条生产集装分拣器的生产线，但是后来发现母星的地可能有点不太够，这种大面积的生产线不太合适了，所以我现在考虑要不要在其他星球上对原材料再进行一次加工，把1级材料制造成大量的2级甚至3级材料，然后再运过来进行组装。那这边先做极速分拣器好了，还是老样子，用戴森球计划的量化工具算一下每种材料需要多少原料，然后直接建造生产线就行了。如果以后要做集装分拣器生产线的话，那这极速分拣器就是原料之一。早知道当初应该先弄个高速分拣器的生产线来着，这样其中一大原料就解决了。好了，完工，生产线的规模还可以接受，原料也只有3种而已，一个运输站就搞定了。这2大工具终于搞定了，另外还有些建筑，本来计划也是要弄生产线的，但是看了一下复杂呀，我这懒癌又开始犯了，所以要不等等吧，我琢磨琢磨看要不要先把一些低级材料的生产线给弄了。话说母星的防御已经建成了，我就打算重启戴森球了，这边全部连上电，开始发射太阳帆。至于太空黑雾，来就来吧，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应付了，也就是个5级的黑雾巢穴，该面对的总要面对了。有了太阳帆，其他星球上的电力问题就方便解决了。上期提到养殖黑雾的事儿，我也在考虑，但是现在本星系的地面黑雾都被我打完了，还没得养。如果要养殖的话，得想办法让黑雾尽快重返星球，所以我就到2号星球来了，拆掉一些地热发电机，这个洞就留下了。如果有黑雾中继站过来，应该就能直接在这落地了。另外，这边也可以开始建造射线接收站了，为以后电力做准备。2号星球总体来说还比较荒凉，空地很多，我就直接沿着赤道建造接收站了，一边手戳一边造。这玩意儿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弄个生产线出来，我都担心等生产线出来了，是不是我人造太阳都出来了，生产线直接荒废。我现在还不太确定太空黑雾是不是只攻击我母星，但是为了保险，我还是在2号星球上多放一些导弹防御塔，这个数量就算黑雾来了，应该也能挡住的吧。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我现在这2颗资源星都没有护盾，哎呀，还得造护盾，这玩意儿手戳也费劲儿。最近空了，看看能不能也弄个生产线吧，需求量不用太大，短时间内能快速布置一个星球的防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准备接受太空黑雾的攻击吧，各位拜拜。